2022年世界杯法国队的决赛可以说是非常的特殊，因为法国队几乎所有人全部都是黑人，这些黑人可不是我们中国的归化球员，他们很多根本就不需要归化，他们生在法国，长在法国，说的是法语，接受的是法国教育，可以说除了肤色之外就是法国人。现实似乎非常的讽刺，法国这个国家正在逐渐的被一步步的染黑，巴黎都沦为了巴黎斯坦。那么法国的这些黑人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法国殖民非洲的历史非常的悠久，事实上相比于英国和德国等殖民主义大国，法国对于非洲有着先天的殖民优势。法国本身就是地中海沿岸国家，和辽阔的北非隔海相望，从相对距离来说，法国距离西非也要比英国更近，所以在近代的殖民史中，法国在瓜分非洲中拔得头筹，优先殖民了距离欧洲最近的北非和西非，一个国家就占领了1/3个非洲。曾经有那么一句话，没有非洲，法国就是一个二流国家。这句话还真不是开玩笑的，如果没有非洲，法国真的就只配当一个二流国家。法国是一个在战火中一次次被打倒，又一次次重新崛起的帝国。法兰西民族也是品尝过失败苦涩的伟大民族。法国人从近代开始，输掉过拿破仑战争，输掉过普法战争，也曾经历了毁天灭地的一战。这些战争每一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不亚于世界末日，但是法国一次次的都坚持了下来，都能够浴血重生。这不仅仅只是因为法兰西民族有着不甘于人下的种族特性，更是因为法国背靠非洲殖民地，能够在非洲的输血中恢复元气。非洲对于法国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而所有的殖民主义国家都有着一个特性，那就是每一个重要殖民地的当地人都会大规模地反向流入宗主国，就像是英国有大量的印度人，西班牙有大量的摩洛哥人，日本有大量的朝鲜人，荷兰有大量的印尼人，法国自然也躲不了黑人和马格里布人，这都是很正常的规律。但是无论如何，黑人和马格里布人进入法国总还是有一个过程和一个开始的。那么我想这个开始应该是在戴高乐时代。黑人是法国的功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原本是打算将法国作为战败国来处理的。法国之所以没有成为战败国，之后更是成为了五常之一，其中主要有2个原因，一个是法国内陆军的敌后武装斗争，艾森豪威尔曾认为法国抵抗组织的价值等于20个师，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戴高乐将军和他的自由法国运动。如果说内陆军等于20个师，那么戴高乐就真的有20个师，他们是解放巴黎和北非的主力之一。法国今天的地位是内陆军和自由法国用枪杆子打出来的，但是自由法国的部队中，至少1半以上的士兵都是西非的黑人和北非的马格里布人，剩下的才是非洲的法国侨民。二战期间，自由法军是唯一一支允许黑人士兵担任战斗任务的军队，是盟军中最多元化的一支部队。在欧陆的美军黑人士兵只能担任司机任务的时候，自由法军中已经有黑人军官甚至黑人上校了。在戴高乐最艰难的时刻，是喀麦隆的黑人酋长和法属乍得总督接纳了他。这些当地酋长担心德国人会来接管原德属喀麦隆，所以拒绝向纳粹投降。戴高乐在更加靠南的布拉柴维尔建立了法国临时首都，这里也就是日后的刚果。当时戴高乐手上只有3块地盘，乍得、喀麦隆和刚果，手上更是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只能依靠黑人士兵一步步收复法属西非。而在战后，法国自然也不能亏待这些黑人功臣，法国的黑人移民潮也就此开始了。事实上，在一战结束之后，法国因为缺少劳动力，就曾经大规模从中国和非洲引入劳动力，只不过这些非洲劳工主要来自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他们都是马格里布人，是白人。这些非洲白人穆斯林在巴黎建立了大清真寺，在二战期间还曾经大量庇护犹太人，几乎每个马格里布家庭都藏着一个犹太孩子。
二战结束之后，因为戴高乐的迅速下台，法国新政府延续了此前的殖民政策，对法属非洲的殖民地严加看管，所以西非和中非的黑人并未能一开始就大规模移民法国，只是以劳工的形式小规模地前往法国工作。在60年代之前，法国的黑人数量不超过2万人，但是阿尔及利亚人的数量却在连年增加，尤其是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之后，大量当地合作者将自己的亲人送往法国。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马格里布人本质上也是阿拉伯人，他们的生育率可不是吹的。尤其是在戴高乐因为阿尔及利亚战争开始2次执政，法国全盘放弃了传统的殖民主义政策，这更是导致无以计数的阿尔及利亚人通过各种方式涌入法国，因为几乎所有合作者都在担心新政府的报复。但是就像是戴高乐的新殖民主义不仅仅只是针对阿尔及利亚一个国家一样，也不仅仅只有阿尔及利亚的合作者们担心被新政府报复，西非黑人也有着同样的担心。而且这些西非黑人和马格里布人不一样，他们在被殖民前根本没有国家概念，他们和法国不存在国仇家恨。所以在戴高乐2次执政之后，西非不仅是合作者大规模移民法国，很多向往更好生活的西非普通人也开始涌入法国寻找机会。1975年，法国的合法黑人已经达到8万人，算上非法的可能已经有10几万人了。而在80年代，非洲地区又爆发了大规模旱灾，20万人因此饿死，大量的原法属殖民地国家公民开始进入法国成为难民。这些黑人和马格里布人不同，他们几乎没有受过教育，来到法国之后也只是最底层和被歧视的对象。事实上，在石油危机后，法国经济开始下滑之后，法国就在收紧移民政策了。后来的黑人移民很难获得法国身份，他们大多是非法移民。然而，原本已经获得身份的黑人，他们的生育率本来就非常高，因此法国的移民政策根本无法阻止黑人公民人数的上升。法国的青年人本身又有着较高的反抗精神，因此法国的黑白同婚率始终居高不下，尤其是非法移民和白人的性行为，同样也是黑人数量增加的原因之一。毕竟这些人一出生就自动获得了法国身份。所以说，总的来说，法国黑人的持续增加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历史原因，这是法国的优势，也是麻烦的根源。而在今天，法国的移民问题已经带来了非常多的问题。对于今天的法国来说，或许移民困境就是法国最为重大的一个问题了。那么，法国的移民困境究竟是如何产生的呢？法国既是这个世界上思想最自由的国家，这里是圣女贞德的法兰西，是拿破仑的法兰西，是巴黎公社的法兰西，也是戴高乐和黑人公民们的法兰西。但是，法国也是这个世界上思想最保守的国家。在南非已经废除种族隔离的90年代，法国依然在延续着事实上就是种族隔离政策的社区规定。对于部分法国白人来说，黑人青年和穆斯林青年就是应该被清理出去的渣子，他们被限制在自己的社区内居住，远离城镇中心，自生自灭。对于一个个追寻着法国梦而来的黑人移民来说，这就是梦碎时刻。哪怕在今天，法国已经事实上不再延续这种种族隔离政策，但是整个法国社会都在潜移默化地歧视着这些黑人公民们。当他们想要离开自己的社区，前往其他区域的时候，房东和房地产公司会对黑人层层设卡，要求他们提供根本无法提供的存款证明。如果有黑人真的能够提供这些证明，那房东也会租房给他，因为他已经不属于大多数黑人了，他已经成为了法国人。而在特定的社区，黑人的下一代也只能接受特定的教育，他们被永远地限制在了最底层，永生永世无法翻身。黑人心里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法国的黑白矛盾非常严重，尤其是非法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矛盾非常的尖锐。这种移民困境并非是非法移民造成的，
而是法国政府主动造成的，政府应当承担主要责任。黑人甚至在游行中打出标语：巴黎是黑人建设的，法国的祖先也有黑人，白人滚出巴黎。我们这里不是说多元化就一定是对的，单一文化的日本也可以稳定富强，但是多元化是法国的选择，可是今天的法国却只想要吃下红利，却不愿意承担责任，那么黑白矛盾就是必然将会发生的，无人可以避免。在西藏，你敢攻击毛主席，藏族同胞就敢弄残你，这绝不是危言耸听。2011年底，在林芝巴依镇公路上正在行驶着一辆面包车，车上2名30多岁的藏族人正在怒气汹汹地看着对方，恨不得将对方一口吞掉。过了几分钟后，其中一个长头发藏族人忍不住嘟囔了2句，随后话音未落，短头发藏族人就坐不住了，呼的一下就站了起来。由于车顶较矮，站起身来时，他的身体只能往长头发那人倾斜，他的一只手啪的一下就拍在了腰间的藏刀上，并且大声地朝着长头发藏族人吼着。长头发藏族人觉得他太嚣张，于是也不甘示弱，立刻站了起来，也将手放在腰间的刀上，噼里啪啦地说了一大串藏语。然而令人感到十分诧异的是，刚才还剑拔弩张的2个人，就在长头发藏族人说完几句话后，2个人眼里的怒气瞬间都消失了，脸上也平静了许多。原来事情的起因是，短头发藏族人怀疑长头发藏族人偷了他家一只羊，2人在面包车上相遇，说着说着就准备拔刀相向。就在这个关键点上，长头发藏族人说了一句：“我向毛主席起誓，我绝没偷你家的羊。”仅仅7个字就立即化解了这场极有可能的流血事件。可以看出，毛主席在藏族人民心中是无比神圣伟大的，敢于向毛主席起誓，就说明他真没偷人家的羊。这就如同汉族人在起誓时常常会说我对天发誓是一样的。在藏族人的心里，毛主席无疑就是他们心中的那个天。不仅如此，在每一个藏族人的胸前都会随时佩戴着一枚鲜红的毛主席像章。当有人问他，你为什么带着毛主席像呀？他们都会微笑着说，毛主席是我们的神，带上徽章就能保佑我们。对于藏族人来说，他们一直认为毛主席是文殊菩萨转世，是拯救他们的神。而且在藏族，上到70、80岁的老人，下到5、6岁的小孩，都对毛主席非常尊敬。2015年4月25日，西藏地震，在日喀则聂拉木县临时搭建的帐篷中，一位老人的帐篷里摆放着毛主席的画像。扎桑是西藏农奴的后代，今年的他已经50多岁，但在红色收藏的路上已有30余年。扎桑说，小时候听老人们讲共产党，毛主席给农奴们分土地，心里充满了敬意，看到别人佩戴毛主席胸章，心里就羡慕地发痒。1984年，扎桑还在奈区中学当老师，从那时起，他便用微薄的收入购买毛主席的画像、文集等资料，每次去内地出差都要买一大堆与毛主席相关的红色藏品带回西藏。如今在扎桑的家里，错落有致地摆放着毛主席画像照片、解放军入藏纪念章等诸多红色藏品。在扎桑家的正客厅桌子上摆放着藏式贡品和毛主席雕像。他说，以前我也不知道什么叫收藏，对马列主义理论也没有很深的研究，但我知道一些基本的道理，就是吃水不忘挖井人，是共产党带领西藏农奴翻了身，让我们走上了富裕的道路。对比过去，毛主席就像救苦救难的菩萨，赐予我们美好生活。扎桑199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现在的幸福生活来源于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与扎桑不同，四人拉姆老人则是选择用特别的方式纪念毛主席。他很小就开始到领主家干活，饱尝生活的辛酸。西藏和平解放后，四人拉姆同西藏其他农奴一样，终于当家做了主人。196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带领11户朗生组成了西藏第一个呼族族，在1963年受到毛主席的亲自接见，后来被选为西藏自治区人大代表常务委员会副主任。如今，四人拉姆老人退休回到家乡，却依旧时刻关心国家和西藏的发展。四人拉姆老人敬仰毛主席，也感谢共产党拯救了自己的命运。他常说，自己从一个一无所有的朗生翻身做主人，过上4世同堂的幸福生活，成长为国家干部，这一切都是毛主席。四人拉姆老人从不信教，但他却每年为毛主席向点一次酥油灯，几十年如一日。他用默默无闻奉献一生的高尚品格影响了几代人。实际上，每一个藏族人，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偏远的农牧区，都会在自己家里最显眼位置悬挂着毛主席像供奉。每到节日，
藏族人民会把世世代代视作至高无上的礼仪哈达敬献给毛主席，一条哈达比黄金还要珍贵，代表了藏族人民金子般的心，表达他们对毛主席的缅怀，对共产党的感恩。不过，将毛主席神化并不是藏族同胞当时的文化水平低，这主要是因为从苦难中走向幸福的他们，真诚而朴素的一种情感流露，就如同藏族同胞将张国华将军称作佛光将军一样，如同藏族同胞将所有西藏军人称为金珠玛米救苦救难的菩萨兵一样。如果了解过毛主席为解放西藏做出的贡献，就会明白血域儿女为何对毛主席的感恩情深似海。中国共产党解放西藏以前，占西藏总人口 95% 的农奴和奴隶没有人身自由，没有土地、生产工具等基本生产生活资料。加拿大藏学家谭·戈伦夫在他的《现代西藏的诞生》一书中说，1940年较为富裕的藏东地区的一项调查表明，75%的家庭不能吃喝牛骨头与燕麦面或豆面。还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热地，幼时他曾被称为男鬼，给墓主、部落头人和活佛等家里当过佣人，差点被杀掉、淹死。后来实在不堪压迫，外出乞讨，就连弟弟后来也被饿死了。直到共产党解放西藏后，彻底改变了西藏社会的风貌，废除了封建农奴制度，赋予了曾经的奴隶和农奴以人权。这是人类历史上一次光辉而伟大的废奴运动。以毛主席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中国共产党解放了西藏。至此，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时代，为今日西藏人民美好的生活奠定了基础。如今，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藏族青年，不再与父辈一样将毛主席比作神明，但他们依旧崇拜这位伟人。刚从内地大学毕业的藏族姑娘美珍说，她佩服毛泽东的智慧与才干。在西藏某部队当兵的藏族小伙子拉巴扎西则说，自己最大的理想就是要成为一个毛泽东这样的军事家。毛主席离开我们已经40多年，但是现在怀念毛主席的人并没有随着时间越来越远而逐渐减少。全国各地去参观伟人故居和纪念堂的人不计其数。出于安全，纪念馆不得不限制每天的参观人数。老百姓这种发自内心的崇敬能够持续几十年，有哪位领袖能得到他的人民如此敬仰？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与我讨论，关注我，我们下期再见。